好了，来看看今天小狼啊，不多说废话，给大伙带来的就是京东大神啊，GD 啊 ，GD 到底为啥叫 GD 呢？我不太清楚啊。然后呢，它是发布了传说中的竞速版的最速记录啊，15分钟53秒的速通记录。当然呢，都是用的这个麦斯，也就是肌肉男。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啊，这一次呢，咱们用的是白人啊。而且也是2024年5月份最新打出来的竞速版的3记录呢，现在还差穆斯塔法，也就是黄帽。女人已经出了，但是由于咱们做视频的密度的原因啊，我们不能一口气儿做太多同样的视频嘛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白人呢，我就留到今天来做啊。其实这个视频应该是大前天打出来的啊，然后我就下载了，然后可以看到呢，由于是白人啊，可能跟这个麦斯啊还不太一样，咱们呢就是主打的一个事儿呢，就是速度快。白人的话呢，咱们要知道啊，也是40暴击。白人呢是整个游戏当中除了麦斯，也就是肌肉男这个攻击力最高的一个啊。所以说呢，他40暴的攻击力也不错，而且呢全速比较快。缺点呢是这个人不太均衡啊，不像说这个穆斯塔法那么均衡。但是打速通的话呢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你的灵不灵活，重要的是伤害。只要你伤害高。对吧？只要你伤害高，对速通来讲才是有上限，你一定要上限高啊，对吧？你上限高，这个打出记录就更容易出，而且你下限高就不行。你下限高呢，适合什么？适合这个打比赛啊，这个不容易失误，对吧？你下限稳定。OK， 嘣，当然它这个好像没有无伤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无伤。如果无伤的话，肯定还会再快一点。受伤的话，懂的都懂啊。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定的瑕疵。好了，举起来一砸，这个砸也能砸不少血。1-2转身，1-2转身，摔过来。趁没有小兵啊，趁没有小兵可以直接把它打成残血。已经紫色，紫色完就黄色，黄色完就红色。好，直接摔死。小兵出来也不敢用啊。这个前几关的这个玩法，其实相比第2关来讲啊，第1关反而难一点。你看没看见？第1关呢，对于这个速通来讲啊，第1关的 BOSS。这个对于这个白人来讲，还是比第2关难一点啊。当然呢，其实我觉得第2关也一样。第1关的 BOSS 总是一跳，而且一上来就有小兵，还有那个龙啊过来干扰你。而第2关 BOSS 一上来没有 BOSS 干扰你，哎，你这个是不是就是狠了啊？困难难度啊，什么简单难度啊？困难难度啊！这年头玩恐龙快打还玩简单难度啊？你以为三国战记呢啊？三国战记玩简单难度速通不丢人的啊？可以考虑的啊，因为简单难度的 BOSS 啊，什么这个他们的血量都不变，你的伤害也没有增加，所以说三国战记是可以玩这个简单难度，但是你玩恐龙快打，啊，还有合金弹头就不一样了。不过合金弹头呢，在摊分这一块啊，都是玩普通难度，没有玩困难难度。为什么？因为困难难度不作数，困难难度的这个摊分的话，比普通难度呢要简单。因为它血多，你打的分更多，所以说呢，真国标摊分还普通难度呢相对难一点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大家伙懂的都懂啊。好，当然很多人说为什么是那个看起来像简单难度，打这个怪怎么那么快就死了？要知道啊，它是40暴击，咱们这个竞速版啊，竞技版呢还是非常贴心的啊，在屏幕上方呢写了一个40啊，这个40呢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来看看快速从玩家切换到解说状态，那肯定啊，专业干这个的。我玩游戏那就是纯，我说实话，你还真别说啊，我即便我特别认真的去玩，我也不可能说10币以内能通关。你看我刚才19个币双人，我单人玩我也最起码点15个币、13个币至少了，我觉得是啊。真的不是说我不用心，就是没那个天赋。当然练一练，能不能练1命？我告诉你能练。合金弹头的普通难度练1命，让我练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如果有足够的安排，让我往死练啊，我估计我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，普通难度1命应该没有问题。但是困难难度就再见了，啊，再让我玩什么速通啊摊分那就别想了。好，没有有小兵起身，他练这个回旋镖，你练的跑到他身后，看不看见？跑到身后，又回旋镖。其实这个回旋镖不好啊，他速度慢，看起身原本可以无限压的。对吧？结果你回旋镖就要浪费1秒钟时间，它有一个起身下蹲无敌，很恶心的啊。对这个版本，其实这个版本的速通啊，它为什么17分钟多就通关了？其实不光说是一上来不用骗暴击，
对吧？一上来其实暴击也好骗啊，暴击一上来，咱们在第一关的那个窗户那儿，对吧？先是一顿打，然后一顿血杀，让自己的这个血量呢见红，然后骗个暴击出来，从此呢就是不受伤就可以了，不就40爆了吗？但是呢，这个不光是这个，主要是竞技版啊，它的这个读图的速度特别快，就是你过关啊、读图啊，然后算分啊，只要你点，它瞬间啊，可能大概也就1秒钟，它就过图了。所以说这个竞速版啊、竞技版的一个速通的这个好处呢，还有在这一方面啊，就是比较厉害。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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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 ，I over 战，不是，他喊的是 I over 的蛋是吧？哎呦我的蛋啊！其实有时候这个雷，你看扔到这儿，然后正好冲过来被炸死，看没看见？这个套路啊。这个套路就是你知道这个套路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扔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扔完之后一定能炸着，人家就刻在 DNA 里的，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能炸你。你说这玩意儿多赖吧？你说，要知道，而且这个爆炸呢，跟这个也是这个伤害随着你的暴击的啊，随着你的暴击来的。好，一脚踢死，血量可以不吃，啊，那个枪也可以不吃。马云，趁小兵没在，你看卡住 Y 轴。然后有一个对吧距离，这个距离不能离得太近啊，离得近不行的啊。起身可以免费打一套，这马云一上来连小兵都没出现就死了。好，抓住1、2一摔，血杀起身压无敌，然后小兵出来了，卡住 Y 轴，上下 Y 轴都可以啊，回身一摔。人家玩游戏就感觉这个游戏好简单，看人家玩。这关的 BOSS 看起来也不难打，他要是只有一个形态的话，他还不如第一关的 BOSS。兄弟们，看不看见？好，梆梆梆梆梆梆。好，这扔这个小刀就有点嘚儿了啊。好，连续的跳，把怪全聚到一起。速通呢，虽然说这么打肯定会很危险，对吧？因为所有的怪都在这儿，但是呢，就因为你在一起，把怪聚到一堆儿，那更好，对吧？那更好了，不用省得我去找你了。就像这玩个地下城，玩地下城与勇士，把怪聚到一起，对吧？除了这个速度快，节省这个电脑资源，节省电费，节省网费，对吧？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节省蓝呢。你把所有怪放到一起，放一个技能可以秒掉所有的怪，是吧？节省蓝，你要一直一个一个打，是安全，对吧？是安全，但是呢，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一顿1、2、3、4摔。咔咔就是摔啊！哎呦我的蛋！捡起来。OK， 1 up， 讲命啊，讲一个命啊，这非常的狠啊！就是这关你就不会打了。这关，哎，我这么跟大家伙说啊，也就是这关的 BOSS 有3个形态，否则这关的 BOSS 将是对于高手来说，整个游戏里面除第2关之外最简单的 BOSS， 真的啊。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，当然说也不是说简单吧，就是说它的对比之下啊，小的时候咱们在这关经常就折了，比如说有的人可以1命到这儿，结果在这儿连死2命都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为什么这关就恶心呢？这关就是说。小兵第一是在，第二呢是咱们不会压起身，你看，附体了，咱们要血杀，没有吗？没有，要附体。这个咱们没有说，因为你看这个血量啊，就知道肯定不是杀幼的。一看这个血量就不是杀幼的。你看啊，没有小兵之后，这个起身压制这个 BOSS 就跟大傻子似的，对吧？它跟第2关的 BOSS 有什么区别？就咱们相比之下啊，就觉得反差很大。第2关咱们菜鸟随随便便都能通关是吧？但是呢，对吧？但是这一关就感觉不行。你看，它3个形态的血量加起来也没有多少，这是啥？这也是最重要的啊，最嘚儿的啊。第2关你也干不过，那你只能干范冰冰去了。第2关你再过，我说难听点啊，我承认玩困难难度有可能第2关一个不小心会死，
但是玩普通难度的这个恐龙快打，第2关基本上10次过9次，还有1次顶多就是喝多了或者玩的不用心了，对吧？你玩黄帽，你这一顿前前手，反过来前前跳手，反过来前前手，反过来前前跳手，也不至于死吧？我就说这个意思啊。但你刚才那关，我是说实在的，我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真的啊。沙柚，小的时候我也考虑沙柚啊，还有第3关，我小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游戏思路啊很广泛的，很多思路其实我有一些就是啊别人想不到的东西，哎，我说这么整行不行？因为经常奇思妙想啊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有的人玩游戏呢就喜欢找游戏的漏洞和 bug 或者一些技巧，对吧？这种大神啊就特别牛逼啊，他研发了出来东西呢，其他的高手可以运用得上。我小时候也有，我经常玩一些传奇私服啊，玩一些，因为你玩街机，毕竟啊，还是很多人都研究了。小时候没有钱研究街机，但是玩这个传奇私服有很多 bug， 有很多这个传奇原版或者私服，或者是有一些技巧，我去研究，我研究了这个明白了之后，发现，对吧？不用充钱，或者说是对吧？用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打着好的装备等等的啊。街机游戏确实还是啊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原理你也打不出来，就好比 bug 阵难吗？难的是 bug 阵吗？难的是你的这个手法和反应第一时间速度。就有好多人练 bug 阵知道怎么练，就是每次一练的时候呢，大门就乱动，就是比如说往前走一步，往前蹭一步，哎，结果呢就连不上了嘛，就老嘚儿了都啊。可以看到，这简简单单，到目前为止啊，这才多少啊？这才11分钟多一点啊，不到11分半钟啊，然后就已经打到最后这个倒数第2关，是多变态你说啊？哒啦哒啦当当哒啦哒啦当，好，看看，拿一个手雷，这个手雷有小技巧啊，先扔出来再捡，它下次再扔出去的时候炸的就特别快。你看扔出来落地，你看这个小兵正好落地，算的好好的啊，这个游戏让他玩的就有点不要脸，真事儿啊！我说难听点，你开挂，你都不一定有他快。我说的这个不一定啊，也不是完全保，就菜鸟来讲，你开挂是吧？你就觉得就是我一击必杀的挂，对吧？或者开无敌的挂，你开无敌的挂肯定是没有人家快啊。开一击必杀的挂呢，那我也只能说，你要是完全不会玩，也未必啊，因为你一击必杀是猛，但是呢，这个你不知道刷怪点在哪，你还得追着这个怪打，这样牛逼就是在 BOSS， 尤其是后面几关。这个真可以挑战一下。我记得以前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有挑战的啊，就是速通，就是说那个我记得有个大神叫什么来着？大伙玩那个《三国战记》有个大神叫永恒啊，永恒的草剃，我不知道大伙知不知道啊？然后他就试过那个跟那个 TAS 呢，就是说我什么作弊都不做，我只是用 TAS 然后打完了，我操，哎呀哎，可以不亏。即便受伤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这是瑕疵啊！但是结果还是40，可以啊，只要一红血挨揍啊，这太嘚儿了，要不然这个视频封神了啊！应该能节省个6、7秒钟的，我个人觉得啊。这个刚才继续刚才的话题啊，就是那个永恒的草剃，他选择一击必杀的外挂，然后呢，那个 TAS 呢选择什么都不开，就是 TAS。然后最终呢，没有人 TAS 快，真事儿啊，这都真事儿的。好，好，起身压制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伤害这么一看啊，对比这个肌肉男还是低呀，肌肉男还是太猛了啊。对呀，残血币呀，但是你原版的话就不行了啊。不是，他原本你看打 BOSS 都不费血，他怎么在刚才那个地方出现失误了啊？这太嘚儿了啊！这太嘚儿了，这个。其实刚才这个也一样，你红血了是100%的那个40爆，但是呢你不好骗，你骗完了之后呢，你要知道刚才一共给你2个补，一个甜甜圈，还一个那个一个热狗。这个血量补不满，万一打这个关 BOSS 的时候出现意外，你血杀不够用了，很危险的，对吧？刚才打那个双 BOSS 要血杀的，正所谓欲速则不达，你可能你血量比刚才时少了，你懂吧？你血量只要少了，
你就一定会玩的畏首畏尾，这时候呢会慢很多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很多游戏主角都这么拉？《三国战记》的主角是谁？《三国战记》的主角是谁？我实话实说啊，《三国战记》的主角，你们看那个最开始那个序幕的 C 位是谁 ？C 位是关羽。实话实说，关羽真的是很拉。他也就是玩这个双人合秒的时候，关羽还稍微好一点。无论是什么玩法，关羽都拉。而且新手玩的也不是厉害，也没那么厉害。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？确实啊，《三国志》谁是 C 位？也是关羽。但是关羽确实厉害啊！关羽虽然说没有魏延和黄忠稳啊，对吧？没有魏延和黄忠快，但是关羽牛逼就牛逼在他稳啊，对吧？新手随便可以上手玩，而且是挑战无伤最简单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恐龙快打主角确实面啊，无论是男主还是女主都面。然后呢，小飞侠也就是铁钩船长谁最牛逼？娃娃最牛逼。娃娃一小的时候没人用，就感觉普通攻击不牛啊，都玩那个小绿，玩老大，对吧？甚至有的人玩胖子，也不玩那个小小娃娃。但是后来会发现娃娃是最厉害的人，对吧？啊，又挨打了，这太嘚儿了啊！看来这个白人还不行，这是第2次挨打。好，血杀，这明显就是操作失误啊，2次失误。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好，没事儿。很多人说红血了怎么办？第一呢，打这个 boss 啊，根本不用费血，这个是基本功啊，真的不用费血的，因为 boss 没有小兵，只有一个双头龙，真的不用费血。然后呢，第二呢就是啥呢？前面这个大补吃完之后，对吧 ？OK， 直接来到了最后 boss 处。这个竞技版在这个地方没有加速啊，按理说你要把这个地方加速就好了。这地方没有加速，多嘚儿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的蛋！当当当当当当！好，有无敌啊，有无敌，摔回来。杰克是最拉的主角，其实速通的话，杰克不慢的。你真玩速通，你看了这个版本，杰克不慢的啊，这是第一啊。啊，这个版本是原版不行，原版的话他不敢保证自己140%。还有一点是啥？还有一点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你要玩5进的话，白人也是非常难的一个角色，但是呢，它比女的简单，它比汉娜简单。如果是5进的话，懂我意思吧，兄弟们？好，你看就这个 boss， 这就死了，这是最后一关 boss 啊，这多嘚儿啊这！最后一个 boss 也简单啊，只要会跑位，但是咱不会啊。OK， 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 GD 大神的恐龙快打竞速版，没有挑战无伤，甚至呢受到了2次伤害，但是呢速度依然快啊，17分钟多啊就通关了。OK， 那就是在这里呢就感谢大伙儿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